喂，陶律师，陈叔，几点了？干什么呢？怎么还不来啊？我听说你那个案子一审赢了，觉得自己能赚到大钱，不干了？那还有什么好干的呀？是吧？转来转去都是赚钱，没劲嘛。不是你说这话好意思吗你？赶快过来！万和那案子我人手不够，你加入我团队呗。啊，那陶律师，我谢谢你的邀约啊，但是我想休个假，有点累了。你等办完我这个案子再休假行不行？兄弟有难，不找你找谁啊？赶快啊！在你眼里我是什么人啊？什么案子都得接吗？去，他们来了以后收下咨询费，回来他们。是吗？我已经许了人家，说这案子咱能代理啊。你许下的我就得代理啊！你以为我像你，什么垃圾都往家里捡？看热闹啊，高兴。哎，师傅，你啥时候来的？来半天了，一直看你偷懒啊。没有，我跟他们。我应该像韩律师对小田这样对你就好了啊，你就进步快点。陶律师找我上去的啊，嘴上奶擦干净了，进去干活去。进。方律，聊事儿了吧？聊完了，哦，你们聊。哎，进来坐，没打扰你们吧？没有，我们正聊一些所里管理上的事儿。啊，喝茶？不用，别忙，别忙。祝贺啊！祝贺什么？我们忙了半辈子，不如你出手一次挣得多呀。哎呀，谁一辈子还不踩个狗屎？我踩狗屎上。啊，对，那个早上给我电话，你说你这有案子需要我呀？你说你手下良将如云的，个顶个厉害，用上我了。你最近忙什么呢？没忙什么，不是说想休个假吗？你脸转过去。确实气色不大好。虽然我那个案子人手紧，不过我也可以找别人。这样，你呀，好好休息休息，养养身体，啊。谢谢李姐。走了，不打扰你了啊，拜拜，注意身体啊。好的，好的。哎，师傅，您能帮我个忙吗？帮忙说行。接个案子。什么？接案子怎么能算是帮忙呢？那是你让我发财，我得谢谢你。是什么这？哦，老韩不接那活儿是吧？烂摊子你给我了，被我说中了吧？别，先进。看我就说你有好事肯定不会想起我来。哥，哎，我先跟你说一下这案子这情况啊。这是一个女当事人，然后呢，她遭受了校园暴力。我是想啊，这不是当下的热点吗？再说我小时候我也让人欺负过，我就给赢了。我想的是让我师傅带着我打，现在当事人都快来了，他不接，你知道？校园暴力确实不太好打呀。你到什么程度？是伤了还残了？都没有。这是个10年前的案子，主要是语言暴力。10年前的案子还是个语言暴力，不是？你让谁都不太好接啊！你不行，你跟人解释一下，回来得了。哥，我跟人家当事人话说挺大的。再说我师傅让我管人家要2000块钱咨询费啊！等会儿，就是你师傅不出面，让你去见当事人，再跟人要2000块钱咨询费啊！你师傅真行，太狠了。啊！行吧，一会儿我过去看一眼吧啊！我可以很努力的去解释这事儿啊，但我告诉你，2000块钱我不保证给你要回来啊！哥，别，你怎么还跪呢？不是，哥，您看我以前我也帮过您的份上，你道德绑架我呀？你帮过我啊？你就让我把这钱给垫了是不是？您要是非要垫的话，也不是不行。这小田儿你，梁先生、肖女士，这位呢是陈硕律师，这是我们所的资深律师。你好，陈硕，陈律师你好。哎，你好，杨先生哈啊，肖女士，坐。
介绍一下，这个是我的助手，方瑞，小方。刚刚小条呢，简单跟我说了一下，说是二位有法律方面的事想咨询一下，是吧？啊，是，我们想咨询一下，曾经受到校园霸凌，现在还能受到法律的帮助吗？那要看实际的情况，多久之前的事儿10年前，我10年真的是很久以前了。那被霸凌的人，应该是肖女士我不知道您这边方不方便跟我们简单的讲述一下被霸凌的经过啊？又说一遍啊，那个之前跟田律师不是说过了吗？是这样，因为陈律师呢是比我资历更深，经验更丰富，我没有跟他说过咱们2位的这个经历，我是觉得见面然后详细的谈一谈，这样会比较好。对，我也多了解一点。要不咱们还是走。肖女士，如果你这边有所顾虑的话，你看这样好不好？您可以稍微回避一下，让杨先生代为转述也是可以的。楠楠，要不你先上车上去，我和陈律师聊。陈律师啊，我们也知道，10年前的事情，当时也没造成什么身体伤害，可能很难办，但不办不行了。为什么不办不行？我和他已经恋爱5年了，可总也结不了婚。楠楠她怕人，她甚至都不敢到人多的地方去。刚你也看见她了，看上去挺好的，可是她特别自卑，她都不敢在人前抬头啊。而且她经常会产生幻听、幻觉。我跟她一提到结婚这事儿，她这症状就变得更严重。我们也去做过心理咨询了，心理医生觉得她那个根源就在她当年受到校园暴力留下的阴影。如果要解决现在的心理问题，首先应该解决当年的问题。所以我们才来。肖女士当年都经历什么了？你不会是有病吧？装什么可怜啊？赶紧滚回你们经纬！心理变态吧？杨先生是这样啊，校园霸凌呢确实是非常恶劣的行为。那目前呢，除了教育部颁布的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之外呢，我们国家并没有设定专门的法律。那如果是因为霸凌造成了人身伤害，我们可以援引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未成年保护法。那再严重的，那就已经涉及到了刑法的范畴了。那如果没有造成实际的身体伤害呢，想对施暴者主张权利，确实比较困难。另外，就还有诉讼时效，还有举证的这些问题。回到你女朋友这个案子呢，如果当年遭受到霸凌的这种情况，她可以及时的举报、报案或者是起诉的话，情况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你说到现在了，过了10年，这么久了，你让我们去搜集一些他当年被霸凌的证据，能不能搜集到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这个诉讼时效，它是不是已经过期了？这些都是我们要考量的，比较复杂的这个问题。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他这种症状又很严重。我们也真不知道怎么办了。就是我作为律师，站在你的立场想这事儿，也确实觉得挺为难。但我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作为律师，我们需要考量的东西也挺多，的确为难。啊，杨先生，要不你看这样好不好啊？您跟肖女士先回去，也等一下我们的消息。我这边呢，仔细帮您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法律救济的途径能帮你们解决到这个问题。那有任何进展的话，我会告知你，好不好？好。小条，你这边还有什么需要交代的？啊，那个陈律师，这咨询费免费咨询，
因为您特别信任我们，把你们比较隐私的这个事情跟我们也分享了，我感谢你们的信任。那谢谢您。不客气，不客气耽误您时间了。不会，我们下次见，好吧？好啊，让我送一下。好，杨先生，对不起。谢谢啊。陈律师，您这是什么意思呀？不是，人家都提了咨询费的事儿了，这您又不收，我拿什么跟师傅交代呀？跟你师傅交代啊，又不是我师傅呀。陈律师，您之前您都答应我了。我跟你保证了吗？我说把这钱给你要过来啊。人家这小情侣是不是惨成什么样？你好意思要那咨询费啊？我也惨啊！就怕那2000块钱，你师傅说你是吗？对呀，自己看。转你了啊2000转了。哥啊，我少来这套啊！转你了，收着钱了，说哥，对吧？收不着，那眼神杀气腾腾。不，我刚才不是那意思啊。2000块钱啊，你自己这么的安排啊。跟你师傅你就说咨询费你要了1000块钱过来，也就凭你这资质要2000，你师傅也不信。另外那1000，我要吃苦。嘿嘿嘿，慢走啊，寿哥。你少来这套，田哥。哎，哥，还是有钱。这个是我师傅的名片，上面有他电话。哎，当然你要方便的话，我能加你个微信吗？啊，可以。好，多谢。那我先走了啊。哎，你等等，那个陈律师说，让你在1楼稍微等他一下。哦，行。陈律师，哎，杨先生，抱歉啊，让你们等了，不好意思。有些话呢，在上面不太方便说，咱就下边聊，好吧？哎，好。实话实说啊，你们这个案子呢，我不太方便接，因为刚刚在上面咱们交谈的时候，我发现你女朋友特别敏感的一人吧？是。刚才崩溃了。所以啊，那你说她是女生，之前还受过那么多的伤害，你让她跟我一个男士在这讲这些过往的经历呢，我怕她有心理障碍。那我这边有一个建议啊，我有一个好朋友，女律师，能力非常的强，我想把你们这个情况呢，简单的介绍给她，我看她有没有意愿代理你们。当然了，这个是双向选择，也看你们的意愿怎么样。因为我刚和楠楠聊过，楠楠说，要不算了，多少年的事儿了，他怕翻出来惹麻烦，也觉得再找那些人好像挺理亏似的。你们还觉得理亏？你干嘛这么想问题呢？那些人欺负他在先，伤害他在先，找他们评理不是应该的吗？是不是？是。而且我记得你说你们找过心理医生是吧？啊，那心理医生说的是没错的呀。其实，在寻求法律帮助的过程，那就是帮他治愈的过程。你肯定想得快点好啊！当然想了，但那还纠结什么呀？我就给你做主了，你就等我电话。我跟这边有任何进展的话，我第一时间通知你，行不行？好，那太麻烦你了。还客气了，客气了啊。还有一件事我得嘱咐你，就是今天你们是来我们所里边找我，但是呢，因为一些情况，我把这个案子转给你。哦，千万不能让死，懂吧？明白。行，那就谢谢啊。哎，好嘞，谢谢陈律师。没事。喂，秋华。喂，英子。哎，我今儿没去，徐老师也没说什么。没说什么呀？哦，好。哎，没说什么都行。哎，那我再睡会儿啊。明天就靠你了，拜拜。拜拜。罗英子。谁啊？谁？陈硕。不是你怎么来了？你抱着一堆什么玩意儿？你送温暖来了。送温暖。告诉你啊，别以为拿这点东西就能抚平我内心的伤痛，我生气着呢。哼。昨天不就提醒2句吗？知不知呀？太好了，你这屋，你瞅瞅还哈气呢。
今儿没去许卓那儿啊？谁还敢去啊？我这再去还不知道有多少版本的风言风语呢，不敢了，不敢了。没吃饭呢吗？没吃呢。给你煮个面啊。你又点我是吧？你是不是还想说徐老师给我煮个泡面啊？啊？跟你说我现在气儿还没消呢，你说话注意点啊。我想说的是，我这泡法他肯定不会。我用牛奶给你泡。我只泡过牛奶浴，没吃过牛奶泡面。行吧，你给我泡去吧。告诉你啊，不好吃我打死你！你就他吃完了，你爱死我！爱死谁？我抽死你！哎呀，就喜欢你这小劲儿，抽死我！哎，那电磁炉的电你省着点用啊，容易跳闸。知道了，抠门啊！罗正义，无粮料理好了，出来吧。这面都给我煮了，就不知道给我送过去，还得让我跑过来，诚意不到位。哎，小硕子给您请安。行，那我就受累尝尝吧。哎，你这面里面除了牛奶，没给我下什么药吧？料都在，你自己看。我要吃出什么毛病来，我可就赖上你了啊！行，后半辈子我照顾你。告诉你，我还没吃呢，别恶心我。不错吃啊！爱死我了吧？啊！哎，尝尝就免了啊！姐姐减肥呢。你走吧。不是，你还想等着我吃完给我刷碗啊？用不用这么狠啊？卸磨杀驴呢你？我可什么都没说啊，你自己说你自己是驴。哎，就你这种什么牛奶煮面这种小招数，都哪儿学的呀？用在过多少姑娘身上？哪是什么招啊？我用的真心，用的爱心给你做的。你这真心爱心，都用在过多少姑娘身上？聊正事儿吧，你真的是。那个给你介绍一案子啊，这个当事人呢想找一女律师。什么案子？非给女律师啊？一个10年前的校园霸凌案。10年前？嗯。人身伤害？没有，就是心理层面。你逗我呢？那谁小时候没被小混混欺负过呀？我还有心理伤害呢，都找我回去，现在跑法院告，那法院干嘛呢？啊，还开不开了？陈无良，你说你都挣这么多钱了，怎么突然给我介绍这种案子呀？是不是有利可图？你肯定想从我身上敲一笔吧？我就知道，还好我没上你套。你叫我陈无良，觉得我无良没问题。但是罗正义，我问你一点，你为什么觉得这10年前的校园霸凌案它就是正常的呢？为什么这个当事人为了讨回当年的公道，他就是无事生非呢？你不叫罗正义吗？正义干哪儿去了？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儿对这个当事人造成什么样的伤害？10年过去了，他还饱受折磨呢，他不敢结婚，不敢交新的朋友，这一切不可怕吗？你不想给他讨回公道啊？那你当什么罗正义啊？每次道理都在你这儿，正义都在你这儿。今天你跟我说这些话，对你挺失望的。那我没来吧，我也没说这些话，对不起，占用你时间了。哎，不是你倒喘气儿，你别跟我说这么玄乎啊！哎，陈无良，陈硕，陈硕，陈硕。对不起啊，平时老跟你开玩笑开习惯了，我为我刚才的态度跟你说声抱歉。不用，那罗正义哪有错的时候？我跟你认真的呢，
就别生气了，咱俩是好朋友嘛。那你现在还愿意把他们介绍给我认识吗？我想想吧，啊，我回头告诉你是。臭嘚瑟！行，我一会儿发你啊。来了是吧？嗯。工作忙完了吗？然后明天帮我约一下杨先生还有肖女士啊，时间地点我稍后发给你，不在咱所里啊。去哪儿啊？英华所。师傅，你这个为罗律师，这盘棋下得够大的呀。那没办法，为了他不得上点心，上点手段啊。啊，还有啊，这案子是咱所流出去的，所以呢，你这儿保密。聪明，也别告诉你姑姑。那哪成啊？郝总，至于吗？特意来接我，你帮我要回来几百万，我肯定得给你接见风了。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我还着急回所里呢。遇上点麻烦，找你谈一谈。行吧。你不知道，张兰姐现在躲着不见人，我只能从马总和杨总那边下手。他们占股一个占4%，一个占5%。无论我拿下谁，都可以保证我在股东会上顺利胜出。郝总，你现在剩下的无非就是砸钱买股权，也没我的事儿了。怎么没你事儿啊？谈判出协议都得有律师在场啊。而且，我们公司的法务也是我大伯那边的人，我身边不能没有人啊。我坐了一夜的火车，累得要死。您趁早给我送回律所吧啊！这事儿以后再说。累了你就先休息呗，反正这车也挺适合睡觉的。在这儿，谁跟你这睡觉呀？快给我送回去。行吧，反正这车呀，我估计也是坐一次少一次路。什么意思啊？我要买股权，怎么着也得几千万，再加上我大伯小叔故意在矿上搞事儿，给工人停发工资，还把责任都推到我头上。我现在只能先用自己的钱去贴补，所以这车呀，说不定哪天就得卖了。夏律师，这股权的事儿，你能帮我吗？帮可不行，帮就是白干，顾倒是可以。夏律师，你帮我解决股权的事儿，帮我上位，我答应你，新城矿业之后所有的法律问题都交给你，怎么样？真的？当然了。你可不能玩赖。但是我还有个条件，你们所的款，我能不能先打一部分啊？我又要买股份，我又要给工人发工资，你再饶我一阵子呗。你这样口说无凭，那我不是赌博了？确实是赌，所以你也得先考虑清楚。我这儿可都是期房，不是现房。你这个顶多算个烂尾楼。行吧，行吧，赌就赌。那你先把一部分款打给我，杨总和马总的事儿，我来想办法。一言为定啊。哎，前面就快到了，你帮我放那个路口就行。夏叔，谢谢你啊，真心的。罗律师这律所怎么跟危楼似的？太简陋了，这。因陋就简呗，也不知道能不能扛住地震。这有谁呢？啊，这无良之人才怕地震呢。罗律师好。合伙人亲自出来接啊？怎么就你们俩呀？人当事人呢？快到了吧？对，快到了。那进来吧。这个，送我们的。对，谢谢啊。我拿。不行，不用，我怕你反悔了，给我吧。专注。秋华，哎。
来人了，早，邱律。陈律师来了。邱律师好。你好，你好，请坐，请坐。穿了一身羊绒嘛，知道这屋冷，是吧？这屋冷吗？还行吧。冷不冷？我还和英子说呢，陈律师好执着呀。什么执着呀？对感情吗？挣钱呀。我一直都这样，钱串子，而且到了执迷不悔的地步，商业机密不可，数了几个零。真烦。不是来人就给锅巴吃啊，干干巴巴的。你就配吃这干巴的。方瑞，这入行跟对师傅特别重要。但你姑姑怎么回事啊？不怕把你给毁了？我姑姑慧眼识珠，他姑姑已经教育出一罗正义了，就别再来一方正经了。我回来了，哟，回来了，回来了。哎呦，陈律师，夏律师忙什么去了？我忙什么去了？我办案子去了呀，帮当事人讨债。你现在能讨债，真的假的？怎么讨啊？就蹲人门口哭呗。我跟你说啊，这要谁给我们夏叔扣上这傻白甜的帽子，那他最后发现自己就是那傻白甜。哎，陈律师怎么有空大驾光临啊？不会是失业了，到我们所来面试吧？我想啊，得了吧，人陈大律师啊，刚才还说呢，咱这装修不太行，说咱这是危楼，就差说咱们仨人不行了。哦，没事儿，反正我赚了大钱，到时候咱们直接换个地儿。怎么着，我们夏叔挣钱，你心里不舒服啊，难受啊？啊，傻白甜。傻白甜为你们三个高兴。方瑞他们到了，帮着接一下。哎，好嘞，行。你们两个不用拘谨，我介绍一下，这是杨树杨先生，肖楠楠肖女士，罗律师邱律师夏律师。真是一对金童玉女啊！得帮忙。杨先生、肖女士，坐吧。陈硕律师也大概跟我们说了一下你们这个案子，但是我们呢，还是希望你们亲口再跟我们详细的描述一下。没问题。奶奶，要不你先上车上，等我一下。杨先生，我们还是希望肖楠楠女士亲口的去复述，毕竟别人的转述多少会有遗漏，而且可能会有渲染和发挥。她可能自己说不出来，就算是对我，也是这几年里断断续续告诉我，因为那些事对她来说还是太痛苦了。说出来其实也是对自己一个疏解和治愈的过程，有可能你说出来，你的痛苦就能减轻一些呢。你要不要试一下？要不试一下？不想说。说吧，你可以的。之前在心理医生那儿，你不是说过一次吗？说吧，有我在呢，啊？我小时候在老家跟奶奶长大的，爸妈在京北忙生意，顾不上我，就把我丢到老家。我上初中的时候，曾经到京北读书，可我不适应，总觉得在那儿被人瞧不上。再加上爸妈生意忙，又生了我弟弟，所以上高3的时候，我又回到了县里。大家好，我是肖楠楠，请多关照。他怎么那么白呀？他化妆了呗，肯定的呀。哎，那这没来的，他来我们这干啥呀？说什么呢？就是呀，来劲！后来我才知道，虽然我户口在老家，但大家都以为我是京北户口，回去是借读，占用了大家的教育资源。也正因为此，他们才更加排斥我。我拼命的讨好，最终适得其反。所有的八卦、谣言、侮辱，就都来了。小莲，你快进一下呗，我想听副歌。哎，不行，我就乐意听这段。
听听英语吧，下节课老师就考了。你早干啥去？那好像是他新买的 MP4，看看不就知道了。哎，香楠楠，过来，过来。怎么了？这个是最新款的 MP4吧？你让我也听听呗。啊。哎，你给我。最新款的 MP4，真高级。我也不知道，是我妈妈去香港出差给我买的。你们这群土鳖，听见了吗？没听完呢。人家从香港买的。哟，听英语呢，方仁美。人家用 MP4听英语，你还用磁带呢，你才土鳖呢。哎，拿给我。小楠楠，你这 MP4归我了，反正你爸妈那么有钱啊，让他们再给你买一个去啊。MP4你要用多久啊？我还要用它听英语呢。这可不好说。我们如果想多听几天，不行吗？让你臭显摆，还香港买的？我没显摆呀，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你不明白？我看你挺爱抢东西的。你一个京北户口，低分就能上1本的，凭什么来我们县城抢资源呢？你说你抢就抢呗，还嘚瑟上。方仁们，你们是不是误会我了？我可以借给你，没关系。走吧，听他在这装纯就心烦。这玩意儿咋使啊？土鳖了吧你？哼！方仁美，你那 MP4给我们看看呗。行，给你看吧。看肖楠楠这张，打几分？满分。这是尤其这张肖楠楠，身材这绝了，这比咱们班那几个柴火妞强多了。要我说啊，这 MP4我都不想还给他了。哎，那趁着没还回去，咱把它搞出来存档。哎，明哥，你说他 MP4里那些照片露胳膊露腿的给谁看呢？那不就是给男生看的吗？这不都点评上了？不懂。方仁们，我的 MP4你用完了没？什么 MP4？你们见着了吗？没有啊。就你们传的那个呀。啊，你说里边都是你露胳膊露腿照片的那个？请你们还给我，快点还给人家。给。啊。哎呦，不好意思啊，没拿住摔坏了。你家这么有钱，让你爸妈再给你买一个，应该问题不大吧？我刚打的饭，这红烧肉都没打就已经5块钱了。哎，肖楠楠，你们家那么有钱，要不你给我打1份呗？哎，大家，今天中午肖楠楠同学请客吃饭。请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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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客。我不想说了。那咱们不说了，啊？我来替他说吧。那时候，他们班同学看不惯他是从大城市来的，就开始欺负他，刷他的饭卡，抢他的东西，开始给他起外号，什么好女、炫富狂之类的。班里就开始传各种谣言，说他家里有矿，山珍海味都吃腻了，甚至还有人说他的钱来路不正，无耻造黄谣。他们不光生活里说，还发到网上，就在他们学校的贴吧里，传到他们全校，甚至全镇的中学生都知道。楠楠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于是他就拼命的解释。他说的多，错的也多。那帮居心叵测的人找到他，听他解释，回去就传成各种各样的版本发到网上，结果居然传出什么，好女语录。在流传的过程中，这帮好女语录越传越多，最后达到1000多条。楠楠无论走到哪儿，他们都拿好女语录来讽刺、挖苦他。其实那里面没有1条是楠楠说过的话。这些人怎么这么坏啊？那肖女士，
你当时没有向自己的老师求救过吗？没有。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啊，他已经习惯把一切都归罪于自己。他总觉得，大家怎么可能都错嘛？如果大家不喜欢他，那一定是他的问题。所以他就拼命的讨好，却成了大家眼中的小丑。那个时候，楠楠都睡不好觉，都达到抑郁的程度，甚至曾经自残过。那你们老师没发现吗？你们老师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吗？老师说过，可他们本来就觉得老师偏向我。老师越说，他们越闹得欢。后来说的人多了，老师也不知道该管哪个，最后老师也装看不见。到后来，他们发现楠楠已经木然了，暴力就升级了。他们无缘无故的打了我。他们不仅打了他，还把那段视频录了下来。他们贴吧的管理员剪辑了视频，然后加了解说，发到了网上，又引起了轩然大波。每天都有人在下面评论、辱骂、羞辱楠楠。更多的人开始挑衅楠楠。楠楠不止一次为他的同学扇嘴巴、吐唾沫。就你能想到最恶劣的事情，楠楠都经历过。那你父母没告他们吗？没有。我觉得是我的错。我就给我父母打电话，我不敢告诉他们发生的事情，只要求回到京北。可是我父母那个时候正在闹离婚，顾不上我，再说还有我弟弟呢。那之后呢？我可能是抑郁了，睡不着觉，掉头发，然后不敢出门见人。我奶奶害怕了，就给我退了学，又回到这里。那你回来之后离开他们了，有没有觉得好一些？我在家休学了半年，又重新回到学校复读。第2年考上了大学。可不知道为什么，我考上大学这件事又再次激怒了他们，他们就是不放过我。那个刘建明，他把他整理的好女语录大全和那几段视频发到了我大学的网站上。我又在大学里出了名，那些语录四处流传，还有人用那些语录当面的侮辱我，然后我不想说。所以楠楠又崩溃了，然后就退了学，再也没回到学校里。回家养了2年病，等身体好了差不多呢，他又出来学平面设计，然后自己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利用他爸爸给的资金，让自己越来越好。可那之后啊，他再也不敢见任何人，也不敢交往男朋友，直到遇到我这个不识相的，死缠烂打，追了5年才追到手。可我一跟他提结婚，他就害怕，所以我们才找到了你。谢谢。下书。
你先陪二位坐一会儿啊。先试备一下啊。这是要商量什么呀？我感觉我自己像合伙人一样，而且这屋充满了正义的光芒啊！少平，说正事儿吧。哎，我们可以去找一找他刚才说那一切的证据。网络是有记忆的，如果那些话在网上真的存在过，那这证据应该不难找。但是找到了又能怎么样呢？咱们对这种现象也没有办法呀。为什么呀？我相信肖楠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正义的热情不能代替法律。虽然肖楠楠遭遇的这一切让人特别气愤，但是很难对施暴者追责。更何况这件事情是发生在10年前，未成年人之间无法构成犯罪，而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都讲求证据和时效。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对肖楠楠造成的后果并没有体现在实体上。人格和精神上的损伤，我觉得用诉讼去衡量是很困难的。雨怎么迷上了眼睛？等待一束风来把它唤醒，肩上的太阳和雨水的重量